时机差不多了，开始第二波作战。此时李长寿必须将一部分的心神落在灵娥身旁的人字3号指导人身上，开始准备迎战之势。他也只能让天字2号纸人在地下潜伏，其他的3只指导人再次在破天峰外围的河谷冒头。这一次并没有放出纸人军团，纸人化作的3道身影径直飞空而起，2男1女出现在南北两侧，主动暴露自身修为，清一色的真仙境后期。这是李长寿此时能让指导人模拟出的最高境界。而且呢，指导人本身只能携带仙力，且仙力储存有一定的上限。随后这3道身影运转仙力，大声呼喝。先看北面，背着长剑的青年道者喊道：我等路过此地，竟见群妖攻山，何其猖狂！渡仙门道友，我兄妹2人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正义满满，豪气云天呐！随之他身旁那抓着一把玉笛的女仙也朗声道：朗朗乾坤，天地昭昭，斩妖除魔，护卫人道。渡仙门道友，还请不必担心我2人，我们不会强攻，先为你们引开少许妖魔。这话说得十分在理，让渡仙门众仙立刻心神大定，对这2位偶然路过的陌生道友颇为感激。虽然不少仙人感觉他们的出现有着那么一丝丝的诡异。相比北面2个指导人，南边那个有些粗莽的壮汉就直接多了。这个指导人扛着一柄大斧，与斗法之地隔着10里，大吼几声：娘些片，一群妖魔鬼怪，有本事正面刚平的，老子逼了你们的妖祖宗！顿时围攻破天峰的血纹傀儡做出了应对。北边的方向10多道黑影杀向了那对男女道者。那卑贱的指导人哈哈大笑，2个人迅速后退，打出了几道仙力凝成的术法，有模有样的向前迎击。这南侧那就厉害了，20多只大妖转身杀向那壮汉，最前面甚至还有2名天仙境大妖。这壮汉指导人双腿一颤，扛着大斧头扭头就飞，却是暗中施展出了风遁，径直冲向了小琼峰的方向。李长寿为了吸引住对方的这些人的注意力，通过这壮汉指导人之口开了一次骂界。壮汉在那儿不断的骂骂咧咧的，洪荒比较流行的骂人词儿层出不穷，像什么不当人子，有妖生没妖养，这个还算是比较初级的。李长寿很快就决定加料，开始喊一些比较刺激的话语。这些妖族哪怕此刻是被控制了心神，也是怒火冲天。比如一些洪荒人所共知，妖族却一听就会炸的花边新闻。明明有2位妖皇，却只有1位妖后。你们祖宗当年被巫族揍得不敢落地，还不要脸的自称与巫族天地分治，脸呢？你们的脸呢？道道流光激射，群妖纷纷出手，要撕碎这壮汉。然而这壮汉浑身仙力爆发，急速后撤。李长寿的风遁融合了借力之法，在空中左躲右闪，继续不断的大骂。不知不觉之中，壮汉指导人冲到了小琼峰的上空，背后恰好有一道流光飞来。李长寿控制指导人背部布满仙力，故意被流光中的宝珠砸中。壮汉身形被打落，朝着小琼峰跌落下去，又在半空勉强稳住身形，扭头看向了飞射而来的群妖。但是此刻群妖也感觉到了一丝丝的危险，有几只人形大妖目中有所迟疑。黑暗中，李长寿的心底冷哼了一声。壮汉指导人直接转身站在小琼峰大阵的边缘，对着群妖做了一个向下竖大拇指的动作，随后又轻蔑地勾了勾手指。老子逃了这么久，原来你们就这么点能耐啊，打得不痛不痒的。过来呀，一个个的单挑啊！
那20余名妖族高手略微一愣，随后齐齐扑向了下方的壮汉。有血纹在暗中影响，自然是他们一群单挑他一个。迷路了？小琼峰单防外围的迷阵，一群化作人形妖面的大妖齐齐瞪着面前这只木牌，麻木的面容也略有些抽搐。那该千刀万剐的混账人族炼气士竟然将他们引入了一处迷阵之中，刚刚还能看到人影，现在竟然不知所踪。最前方那名天仙境的老妖狭小的双眼略微眯了一下，随手将面前这块木牌给击碎。滚出来！一名女妖厉声呼喊，诸位自然是毫无反应。打碎木牌的老妖浑身妖力鼓荡，一缕缕浅黄色的流光在他的身周爆发，强风吹拂，瞬间将此地迷阵强行冲散，周遭豁然开朗。原本受阻的仙石也立刻能够朝着各处探查。几乎同时，这些大妖看到了正在远处一棵大树下悠悠哉哉喝水的人族壮汉，这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那人族壮汉骂他们骂得口渴了。这群大妖顿时勃然大怒，就连血纹的心神掌控都差点被这股怒气所冲破。壮汉仿佛反应慢了半拍，听到轰隆隆的动静，抬头一看，这才哆嗦了一下，面露惶急。你们这些妖魔崽子竟然找得到老子！言罢，扛着大斧朝着后方夺路奔逃。这20多名妖族双眼几乎喷火，法宝神通对着前方乱砸，恶狠狠地追了上来，浑身妖力爆发，一个个凶神恶煞。冲在最前方的便是天仙境的2头老妖。左侧那女妖身形臃肿，浑身爆发出刺目的绿光，洁白的双臂化作2只绿色的羽翼，她双翅一张，摆出绿鸡独立的造型，200斤的漫天绿雨砸向前方。而刚才冲开了迷阵的老妖顶着一颗长满黑毛的樟鼠脑袋，随手一扫，身周涌出滚滚黑沙，凝成一把把漆黑的利剑，对着这壮汉的背影击射。然而这壮汉向前刚跑几步，突然大吼一声，身形向前扑倒，整个人诡异的消失不见了。那漫天的绿雨黑剑以及后方划过的数十道流光也同时消失，不知所踪。阵法，林间各处突然出现了水波般的痕迹，这20余大妖反应不慢，立刻冲天而起。但是他们刚离开地面，眼前一花，齐齐冲入了一片星空之中，瞬间天旋地转，迷失方向，不知上下。他们还没能做出任何应对，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尽皆被闪耀的星辰所填满。血纹傀儡们也有些费解，刚刚遇到的明明只是一些普通而且基础的困阵迷阵，为何稍微前冲几步，突然就直接出现这般连天仙老妖也完全看不透的高阶大阵呢？这个不起眼的风头为什么会有这种玄妙大阵？星辰之后，宛若有一双双眼睛注视着他们，星光中仿佛躲藏着一群食妖狂魔，又像是有数百名杀气腾腾没有感情的强壮战巫，酝酿着一股股肃杀气息。有2只真仙境大妖对视一眼，立刻朝着左右探查，但是他们刚迈出2步，离开原位只有4尺之距，2只不起眼的星辰轻轻一闪，2抹剑光诡异的出现在这2个人的脖颈前。下一瞬，2颗头颅直接抛飞，妖血四溅。突然又有神雷落下，2具尸身内的妖魂元神瞬间破碎。更让群妖胆寒的是，2具尸身化作了半人半妖的模样，尸体上的妖力却瞬间被大阵抽空。这群大妖瞬间不敢再乱动了。
那2名天仙境大妖立刻出手，对着周遭星空大肆的轰击，疯狂地甩出妖力，但是他们打出去的攻势根本没有半点回响。然而他们不动确实能够暂时不触发杀阵的攻势，但是并不代表就暂时安稳。一缕缕无色无味的毒粉在星光遮掩下悄然飘散，找上了此地的每一只大妖。几乎瞬间，几名修为稍低的大妖白眼一翻，直接昏死。接二连三的，这群大妖在顷刻之间纷纷昏倒，而那2名天仙境的老妖也只是多支撑了2个呼吸，不甘的怒吼2声，缓缓被放倒。阵外，李长寿的部分心神所寄托的壮汉指导人，正坐在一棵大树的树杈上，收起了手中的几只瓷瓶。小琼峰山体内，36座阵基缓缓收敛灵力。这处名为星藏千斗幻灵决心的杀阵恢复成了待触发的状态。比起毒丹，李长寿更在意阵基灵力的消耗，毕竟今天的小琼峰的杀阵要来回的使用。待大阵关闭，半空中又出现了层层波痕，一道道奇形怪状的妖族尸身凭空出现，从半空中落了下来，堆成了小山。他们大多都是半人半妖的模样，此时的妖魂都已经被第2波的剧毒所腐蚀。还是亲手放毒，不会浪费毒性。李长寿嘀咕一声，指导人的袖口跳出了3只纸人，化作了3名冷面老道，熟练地冲了上去。因现在同时分心控制的纸人太多了，战局紧迫，下一批客户正在被引来的路上，后续处理也只能一切就简。纸人们撒出3瓶石骨熔神水，抛出2颗摄魂珠，李长寿亲手甩出2把3昧真言。这些被熔掉了大半防御力的妖族尸身瞬间被真火吞没。为了保护小琼峰的环境，3只纸人小心地控制着3昧真言的燃烧范围，口中开始诵读经文。突然间，一缕细微的纹声出现在林间。李长寿早有准备，这具指导人身周立刻出现了一缕缕细小的电弧，但是那一只血纹还没有来得及靠近李长寿身周3尺，一旁的树杈上突然探出了一条长长的信子，将血纹精准地卷住，拉向一旁。趴在树杈上的这只石玉蛙对李长寿轻轻地叫了一声，仿佛是在邀功一般。林间各处顿时响起了一阵愉快的蛙鸣声。李长寿暗道可惜，自己本来想试一试电文网有没有效果，还邀功，哼，干完架我就干锅炒了你。转身跳下树杈，李长寿又加了一把真火，烧烬，这些尸身被烧得只剩下灰烬了，郑重地拍出一掌，灰烬顿时朝着各处飘散。舒坦了，又赚了一点功德。虽然比起自己不经意间积攒起的香火功德，这一点除业障功德已经十分微小。3名冷面老道迅速地打扫完战场，恢复纸人模样，跳回壮汉指导人袖口。李长寿看脸前方那些被破坏的林木，心底也有些惋惜，毕竟有很多的树都是自己上山之后种下的。罢了，为了守住山门，做出一点牺牲也在所难免。若杜仙门这一次能够撑过来，大战之后去别峰的峰上偷偷的挪一些灵木灵根，就当是门派给自己的嘉奖吧。轻笑了一声，跑去外围迷阵，又挂了一个新的迷路了的木牌。随后这壮汉拍了拍面庞，拿出了一些灵兽血洒在自己身上，撕破衣衫，抖乱长发，浑身气息也变得混乱，像是受了重伤，外强中干，将气质恢复成刚才的张扬跋扈。他扛着大斧跳上半空，朝着破天峰的方向冲去，口中继续一阵大喊：妖崽子们，
你们爷爷我又回来了，有本事正面刚我呀！那群不中用的东西都被老子的法宝刚完了！小琼峰上，刚才被吹垮的外围迷阵，此刻正在自行恢复。那些藏在深处的阵基再次散发出光亮，在更深层阵法的推动下，缓缓回到自己正确的位置。真正的连环阵并非只是一环套一环如此简单，而是在表层大阵之下还有着维持修复表层大阵的深层阵法。壮汉指导人走了不多时，整片林子就如此前一般，在外面看与原本毫无二致，但是不可避免的，里面有些地方被神通波及，残留了些许的痕迹。片刻之后，又有2道身影从其他的方向冲到小琼峰，自然是另外2只引敌的指导人。同样的戏码再次上演，女指导人故意被后面飞射出去的法宝所砸中，朝着下方坠落。那背剑的指导人连忙追下去，后方的10多道身影也立刻向下追赶。同样是在阵法的边缘，有几个人察觉到了危险，这10多道身影远远地停住，但是男指导人的动作很快就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男指导人先将自己的师妹推入林中，翻身面对着众敌，右手握住背上的剑柄。你们别逼我拔剑！哎呦，这话都说出来了。那群追兵一个没忍住，一人带头齐齐而动。某个狭窄阴暗的角落，李长寿感觉若是此时自己的表情被别人看见，说不定会被人当成神经病。他时而面露正色，一脸正气，时而嬉皮笑脸，口中骂骂咧咧的，时而风轻云淡，冷冷一笑，目中满是轻蔑。嘿嘿，其实这是因为同时掌控多支指导人，每支指导人的气质、表情等一系列的细节都需要李长寿小心注意。